他打出2亿大手援。其实不是的，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任何英雄都可以，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又是为了于途啊？哎呀，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是吗？你说他幼稚、自私、理想主义者，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有那么意难平吗？我说错了吗？他不自私，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那会儿如果不分手，我们还在一起，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现在房子什么价格？北京什么开销？孩子好的教育1年要多少钱？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凭什么呀？人各有志，而且最主要的是呢，你跟于途，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旦遇到矛盾，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分了挺干净。哎，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人家跟你分手了，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他当然能谈了，只是不能跟乔晶晶。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有请。我可听说，小青青很喜欢他。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喜欢于途的女生不都是去了？你说于途会喜欢小青青啊？她长得那么漂亮。我觉得应该会吧。所以，你很介意他？大可不必。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还向于途表白过，被于途拒绝了。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现在，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我要去趟上海。喂，于途，夏晴来上海了，说要补上次那顿，请大家吃饭，让我喊你。今晚或者明晚都行。我没时间，帮我推了吧。那行，我就问问你，你不去也好，免得取名那个贱人又犯贱。于途，乔小姐是谁啊？
当然是金鸡。自从你上班之后啊，早出晚归的，见你一面，比10连胜还难。严谨一点，单排10连胜。你厉害。哎呀，你也不带我玩了，游戏也不上了。夏晴来上海约我喝酒，什么意思？你明白吧？心里有点数吧？明天周末了，你要是有空的话，没时间，也没必要。行吧。少吃点啊。于途挺忙的，你知道他们航天吗？加班是家常便饭，真没时间去市区。他这荒郊野外的，来回得3小时。你把他单位地址给我一下。哇塞，势在必得呀！翟亮说你在加班，有空喝杯茶吗？关于外场的安排啊，就说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那就散会。今天是个周末，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啊。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8点钟下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加班。走啊，一起出去吃火锅去。你们吃，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小姐，需要给你加点水吗？不用了。好。于途，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的将来着想，我们不如分手吧。好，我没意见。我能赢1次，我就能赢第2次。一起打个游戏而已，算什么？有必要吗？这么多人追你，你要吃回头草啊？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还是赚这点钱，你现在就不介意啦？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博士学历，研究所的工作，起码社会地位不错。还有，意难平，我就是意难平。
你工作的地方离市区真够远的。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果然是这样。你们这是保密措施啊？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吗？你找我什么事？我等了你2个小时，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啊？你吃晚饭了吗？要不给你点点东西？吃过了。先生，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不用了，谢谢。好。我跟翟亮又做了很久，听说你又回研究所了。对。他其实挺担心你的，说你状态不太好，但又不好多问，是投行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没什么问题，我比较适合研究所。人的想法果然是会变的。其实我现在也觉得，你做事专注，的确适合在研究所。昨天我们聚会还在讨论，我还开玩笑说，你的智商确实是应该为科学做奋斗去。以前因为这个还跟你争论，真是太年轻了，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对了，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这我们怎么说呀？一直也跟她不熟，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我想来想去，也不太可能啊。所以等他们一走，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没想到果然是他。我和他是高中同学，有联系不奇怪。也是。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说起来，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出了社会，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还是要靠情商的。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是吗？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龙蛇混杂，他能混得这么好，这么红，肯定付出了很多吧？夏晴，我想，我该跟你说声抱歉。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事实证明，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幸好你一向聪明，及时止损。这就是你的风度啊！我们很久没联系了，你何必呢？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祝你牢牢把握住。
我把你单位地址告诉夏晴了，没关系吧？没关系。主要是，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了。狼心如铁呀！昨天忘记提醒你，你没和他们提起晶晶和我们打游戏的事吧？当然不会啊！你之前嘱咐过我，我就当不认识棉花，更不会提他之前打的有多烂。我说，你心里还是……其实棉花这姑娘挺可爱的，活泼又卖萌的，跟小姑娘似的。虽然你们俩是高中同学吧，但是这距离确实有点远。哎，我不是那个说高攀不起那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咱们俩陪他快打了2个月的游戏，他连招呼都不打，人就不见了。嗨，大明星不好接近呗。游戏里他没再上过吗？我看了之前的记录。一直停留在你们比赛那天，最后2场战绩有点牛啊！他给了我2张门票，让我和你一起去，我没喊你。什么？给我票？票就在书架上。陈亮，是我惹他生气了，他才不出现。你别误会他。西安的新年好有气氛啊！你看，多漂亮。明天重庆还有1场路演，后天元旦电影正式上映，我们飞北京参加首映式，之后还有2场路演是在武汉和南京。哎，南京离上海近，要不要顺道回去休息一下？之后再忙起来就再没有时间回去了。你们之后都有什么工作安排啊？几个采访，还有杂志拍摄，还有一个广告拍摄。春节前平台还有几个颁奖典礼都要去一下，但是都在北京。那就不回上海了，直接飞北京吧。行。大年初1的春节晚会，时间可以，那我们去一下吧。哎，离岛的电影进组时间定了吗？年初5唯独试拍，然后初8正式拍。那有些工作能在进组之前做掉呢，全都先安排调派。我不想进组以后老请假。行。啊，对了，4月份有个活动，我觉得你应该感兴趣。什么？4月24号是航天日，应该是你之前发了航天民用的那个净化器，主办方邀请你参加他们的晚会。我走之后啊，你再回来，就没有热情如火的我迎接你了。别想我啊！马上我要出差1个月，没时间想你。你能不能给点面子？虽然我不知道你跟棉花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你是谁啊？你是咱们图神呐！你不应该现在这样啊！走吧，我送你。
辛苦你们了，谢谢，拜拜。那个航天晚会怎么样？我得答复人家了。去啊，为什么不去啊？这是我的荣幸嘛。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对形象挺正面。再说，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于老师那么优秀，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说不定。哎，上次庆功会于老师就没来，回头你有空了，请于老师吃个饭啊。再说吧。箱子这儿，晚安，早点睡觉啊。晚安，晚安。时光回眸，又跟往事邂逅，落笔心头，是欠你的问候，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人海路口，你孤单了多久？星空宇宙，我习惯了漂流，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今天能否约定，一字一句说给你听，想回答的问题，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是我在为你而充实的光阴。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证明，我想找回是你，那守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来啦！妈，哎呦，于途，你怎么回来了？哎呦，老爷，我的快儿子回来了！哎呦，爸，哎，
不是10月份刚回来，怎么又回来了？马上出差1个月，不知道那边信号好不好，回家看看啊。哎呀，那今年过年晚会不会回不来啊？能回来。能回来就好。嘿，那就好，我去买点蔬菜。买什么蔬菜？儿子回来了，要吃新鲜的，捡他爱吃的买。虾呀、鱼呀，哎，还有鸡都买回来。好了，我知道了。赶紧。哎呀妈，看看，哎，怎么又瘦了？是不是没好吃饭？吃挺好的。这小子。来了，土豆丝。哎，喝点酸奶啊！现在年轻人都爱喝这个，帮助消化。来，谢妈。爸，妈最近身体还好吧？啊，挺好的，就是上回有点受了惊吓了，不过也有好处啊。现在更懂得养生了，少盐、少油、少糖。我没办法，只能偷偷到外面买些猪头肉，稍微补一补。你哪来的私房钱？几十年的底蕴，当然没问题了。哎呦，藏了几十年私房钱呢！儿子回来，我在他面前吹个牛，你不要当真。你少来这套，来，出来，来，我在洗碗。儿子不会洗啊？妈，我会。爸出来了。于途，你教我数学吧，我请你吃香酥鸡。于途啊，哎，吃点水果。哎，这不是高中的书吗？怎么现在想起来看这个了？没什么。怎么高中的书还在啊？哎呦，那肯定是收拾的时候落下了，这么多呀！妈，我最早那台电脑呢？哎，我想你肯定不会用了，我放到楼下那个小仓库里了。这个电脑都这么旧了，怎么今天想起来把它搬出来了？上次啊换电视的时候，我就应该让那些人把它搬走，放着也占地方，不过也卖不了几个钱啊。妈，还是留着吧。行，留着。这么快就通过了？我说点什么呀？你好。你好。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看见你的 QQ 号，所以加了你。嫦娥1号那个？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时间和意愿问题。
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其实我是初学者，只是刚开始有兴趣。可以。谢谢。有个问题，探测器要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哦，好的。完了，他已经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啊。我弄明白了，不过好像去月球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Hello， 上次说有问题可以问你还算数吗？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又不回我。在吗？在吗？难道把我删了吗？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群里讨论的好热闹啊！你觉得人类真的能移民到火星吗？哎，来了个新人，好像是的，还是个姑娘。大家好。哎呦，真的是妹子，是谁的朋友拉进来的吗？不是的，我在航天论坛上看见群号进来的。妹子，你几岁了？每句话都要带表情符号。17岁。这么小，还在念高中吧？嗯。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呀，我们群里也有个高中生，知识储备十分强大。啊，他这么厉害吗？我什么都不懂，就是有点好奇。没事没事，都欢迎。最近他不怎么来了，等他来了，介绍你们认识。星辰，你出现了。下午你错过了你的同龄人。我在的，但是你们说的好专业，我不敢说话。不过他真的好厉害，懂得好多啊。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帮忙吗？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哇，原来是这么做的，谢谢鱼头大哥，你太厉害了。鱼头大哥，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以后我不能来玩了。怎么了？父母不让？不是，我要好好念书了，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再来找你们玩。哎，你的目标是哪个？清华。哎呦，可以啊！人不可貌相啊，妹子，志气不小。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哎呀，男人不看这个。占星，你是不是不够漂亮？很漂亮的。低调。哦，反正我想来想去，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所以打算努力一把。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市200名左右，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市第一。可以的，这差距很大呀。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学历最牛的演员之一。你的粉丝如果知道你为他们想考清华，应该会很开心吧？才不是因为。你高考报金融专业，我还挺奇怪的。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你之前说你要放弃，
为什么？是因为家里人吗？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我会为他感到荣耀的。我只是想帮你说话。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为什么？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老于，你爸就是爱磨叽。老于，你快一点！哎，出来遛弯，你拿个保温杯干什么？老张刚给我打电话，约我打牌。打牌就知道打牌，儿子都回来了，还有心思打牌？我已经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呀。那行，9点以前必须回来啊！一定好好照顾你妈。是，就知道打牌。哟，儿子回来啦！是，中午刚到。你们家怡图真是越来越帅了。有女朋友了吗？工作太忙没顾上。再忙嘛，终身大事不能耽误的呀。在外地工作啊，就是这点不好，家长管不到。要是在本地工作嘛，孩子都可以上学了。就是啊，回头我看看有没有上海的，帮你介绍啊。你别忘了啊！哎，再见。快走！哎呀，这个阿姨就爱操心。跟妈说说啊，下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上次回家前，我跟单位提了离职，但是现在还是回去了。妈一直觉得你最像你舅舅，你从小就崇拜他，老跟小伙伴们吹牛，说我舅舅啊是发射火箭的。我们兄弟姐妹里呢，你舅舅是最聪明的，但是却也最辛苦，一个人在大西北根本就顾不上家。哎，有一回啊，你外公生病，差点没过去，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他。哎呀，当时啊，通信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后来好不容易把你外公救过来了，联系上你舅舅了，我们想让他回来，可他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了个不行。他说呀，既然外公已经没事了，他现在的任务很重要，得完成任务才能回来。结果呢，1个月以后他才回来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都生他的气，冷着他。当时，有个表姨娘过来探病，指着他的鼻子就骂呀，骂他不孝。你舅舅就这么听着，一句话都没说。那个时候你还小，你突然就说：“姨婆，表舅是不是在美国工作呢？”你姨婆最爱听这个，她说：“对，于途啊，你也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去美国。”结果你说：“哎，姨婆，那表舅在美国这么多年不回来看你，你怎么不骂他不孝呢？”哎呀，当时我就在想啊，你说同样是不能陪在父母身边，这在国外的呢就被人羡慕，在国内大西北默默奉献的就被别人说不值，还说不孝顺，这什么道理？哎，我们在场那么多大人都没想明白，还不如你个10岁的孩子。我从小聪明，那是我儿子嘛啊！哎呀，儿子啊，这人生的道理啊，都懂，就是到自己身上呢就犯糊涂。哎，其实妈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你高考的那个时候，非得逼着你报金融专业。哎，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呢？我就想着，
我儿子分那么高，必须得考一个最热门的专业，不然那么多分就浪费了。后来呀，妈知道你偷偷的学了2个专业，可后悔了。你说因为我白白费了多少努力，都怪我。儿子啊，跟妈说实话，你打算离职，是不是因为上次妈生病了？妈，傻儿子，你又想多了。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啊，不用总想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管好自己就好，啊。儿子，妈真的为你骄傲，你已经做得够棒了。我跟你爸呀，都被别人羡慕死了。答应妈，真的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做到最好，啊。儿子，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不然那家阿姨总追着我问，说你家于途什么时候结婚呢？哎，这条件不要太高，不用长得太漂亮，最好会照顾人。妈，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抱歉啊，飞机晚点了，我已经下飞机了。好，我马上到。你好，我是158的于途。你好。哎，你们院子那辆车已经满了，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我从别处飞过来的。那你坐最后那辆车吧，再等几个中学院同事到了就可以走了。谢谢。不客气。你好。你好。哎，我们中科院的，你呢？周公。你怎么知道？我们通过电话会议。我是158于途。我听以前参加过外场实验队的人说啊，这基地的伙食特别好，还专门请了这个拉面师傅。我听完之后啊，我就一直期待到现在。你怎么一天到晚净想着吃？北方人嘛，不就爱吃面食这一口吗？哎，于哥，你是南方人吧？你会不会吃不惯？哦，不会，能吃饱就行。于公长得帅，一开口的确就是咱们理工男，还真是。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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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好。今天先做专项试验，遥控遥测风系统准备。场外确认，天线和设备状态是否正常？外场确认，天线和设备状态正常。XCMT 007 S 频段应答机发射开关状态遥测正常。现在进行移动模式中自主规划避障测试。工况12，太阳高度角为65度，巡视器前方2米处放置直径约25厘米的石块，设置巡视器正前方6米处为移动目标位置。巡视器采用自主规划避障模式进行行走。卡萨2移动分系统自主避障模式下行走指令已发送。巡视器移动正常。巡视器移动分系统遥测数据判读正常。巡视器 GNC 分系统遥测数据判读正常。接下来进行工况12第2次实验，太阳高度角为75度。哎，于团，我这自从来了外场，我这肚子越来越大，面食是旁人啊。哎，周哥，为场面开车回去，等我一下。哎，快开车！我帮你点份拉面啊。看来我们业余时间还要组织点减肥活动啊。关博病情怎么样？手术挺成功的，来这前我去看了一下，精神还不错。那就好。基地少他，总感觉少点乐趣。我们的关博士啊，聪明绝顶，专业强，还能喝能吹，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全面型人才。回头我把你的好评转告他。那不用，我都直接跟我们的关博士热情表达过了。小雨啊，你也应该多参加一下大家下班后的活动啊，压力别太大。这次外场试验比较顺利，平时认真工作归认真工作，该放松也要放松啊，别把外场试验生活过成苦日子嘛。哎，晚上不是有同事组织乒乓、摄影、打牌活动吗？你也可以参与一下。好。真的可以啊！你来看看。于途，你要不要也过来跟我们一起看看？城市里哪找这么好的观测条件啊？哎，我们正找你呢。玉兔号啊，你的同名车。那你除了望远镜，还有超能力啊？我说大致位置不行吗？就你严谨。 203口径，这大家伙谁带的？我们李总。玉兔号当时降落在红湾区，你们有没有更高位一点的幕镜啊？ 有没有更高位一点的幕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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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更高位一点的
只能放大成这样了。OK。哎呀，我们的小兔子就这么孤单单的在月球上，看看。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很适合你。什么？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玉图，水星的位置在哪儿啊？这个月能看见吧？应该可以。不过，水星的观测窗口比较短，现在晚了一点，在太阳落山后1小时左右，比较容易观测到。大约在这个位置。明天晚上早点过来看吧，好不好？好。你慢慢看，我先回去了。嗯。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很适合你。什么？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之前都被你带晕了，你凭什么说自己一事无成啊？就算你现在要放弃以前的事业，从头再来，但是之前做过的事就在那里呀。虽然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但是一定很有价值。所以就算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了，也不用否定以前吧。起码为了理想争取奋斗过，比从没尝试过就妥协，我觉得这起码不是错误。放松一下，看了会儿直播，发现一个好搞笑的主播啊，推荐给你路上看。多看技术主播。技术主播白天已经有一个啦，特别厉害，特别技术，特别严厉那种。过奖，前面的可以接受，特别严厉还没有。你想有？不用不用，就这样已经可以了。你到哪儿了？今天特别想吃油条，可不可以带一下？不考虑热量了。我可以只吃一半，或者不是有那种很短的吗？李图，跟女朋友发语音呢，门都不接，这么着急？让我进去。我刚可听你女朋友说让你给买明天早饭，她不知道你在沙漠里。就算不知道你在沙漠里，你出差她也不知道。是以前的信息。交女朋友了吧？苏图，快来，江湖救急！刚我们那牌楼上那俩给女朋友打电话全跑。哎姐姐，你快点！这聊天，快点了啊！遥测显示异常，走偏了。导航测试工况3发生异常，偏离了目标。视野暂停。李总，哎，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事儿发生在外场，得赶紧解决。我想起来了，我们导航软件的算法是不是没有考虑自然光照条件下太阳光线不同入射角导致的偏差？对呀，外场自然条件下的光照和内场实验室的光照条件不同，很有可能是这两者的区别导致了视觉系统在辨别时产生了偏差。这还真是个盲区，我们立刻修改参数，升级算法。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很大，抓紧时间做确认实验。我看今天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敦煌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预计晚些时候会有沙尘天气。哎，走啊，洗澡去啊！哎，洗澡不等我？什么人你们啊？走。我这还第一次看见沙尘暴，那个回头不是还要做那沙箱实验吗？不如就用这次沙尘暴在自然条件下做个实验了。条件可量化，结果可分析，措施可重复，这也要我说啊？这我能不懂吗？你的幽默感呢？别贫了，快洗了，后面还有同事等着呢。5分钟结束战斗。哎，一会儿打牌吧，我跟于途一组。哎，要脸啊！于途跟我一个屋了，还跟我一办公室呢。我带来的零食全被你们领走了，不能让我赢掉。哎，我建议带我，就别带于途了，一天下来脑子都累死了，打个牌还算来算去，没有娱乐精神。哎，我说你们这人怎么能这样？就是因为人家于东精于排挤，你们就打压人家、排挤人家呢？一共108张牌还要算，你们这是在人身攻击啊！不过今天我不打了，赢的零食都被我们周公拿去给女同事了，我不想再给她打工了。哎，出卖我！在你抱着所有的零食去串门，连个苹果都不留给我的时候，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我那不是看你有女朋友，怕叫你去影响不好吗？周公，这你可别瞎说啊！我们于途虽然一表人才，但是跟我一样都是单身狗，有个屁的女。你得了吧！我跟你说，就你是单身狗，人家于途有女朋友，前2天我都看着了，女朋友给他打语音电话，他撒娇呢，让他买早点。买早点啊？不会吧？他每天早上都在食堂吃啊？哎，你不会在我们所里边找一个吧？你不会真在所里找一个妹子吧？我来洗，后面还有人呢。
那边都挺顺利的吧？出了一些问题，但是都顺利解决了，应该能比预估的提早2天结束。我说这李总怎么有功夫找我吐槽呢？啊？是有什么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李总啊是个严肃活泼的人，工作上大大小小要管，这手下的年轻人终身大事儿也操心得很。这不，他本来想给他们所的一个小伙子介绍一个别的所的姑娘，结果据说你整天啊装得特别忧郁深沉，经常一个人看星星，收工之后呢不参加集体的娱乐，一堆涉世未深的姑娘被你迷得不要不要的，直接破灭了其他所这些小伙子的希望。哎，我说老于啊，你以前没有装的这个毛病吧？我连赢了几天，他们开除了我的排挤。你要这么说，我就觉得你更装了啊！这人长得帅还装，还给不给别人活路了？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啊，就是要警告你，务必要继续的装下去。没事，你听我的啊，一定不要给其他所的小伙子留一丝希望，到时候呢，封你个我院之光。早蛋嘛，我跟他说。喂，滚仔，最近怎么样？特别好，各项指标恢复的比预期的要好。问那么多干什么？你懂个屁呀！啊！哎，我问你，我们李总给我打电话，就是要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我怎么回人家啊？要不我就直接告诉人家，你喜欢的是你们高中同学乔晶晶。我告诉你啊，这单位里的微信群发了你和乔晶晶打游戏那个视频，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跟乔晶晶是同学。我一琢磨，这不就是你在西安的时候经常提的那个姑娘吗？你当时还老吹牛人家喜欢你。不过我看那视频好像这个姑娘对你还挺有意思的，你怎么现在还是光棍啊？啊？我一直在想，我能给她什么？没钱就算了，连经常陪着她，可能都做不到。老于啊，你嫂子说了，不是这么算的。我说你是傻叉吗？啊？你说对。怎么？承认了？是想明白了吗？客观事实永远存在，我是想明白的，是我处理不了。
再多走几遍，提起精神来，还有几天咱们就结束了。我宣布，即日起各项性能均达到预设指标，本次外场试验圆满成功。大家一起合个影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多黑点啊！来，回北京之后我们再安排一下。哎，你说了啊，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哎，李总，烤全羊好了，过来吃烤全羊啊！哎，李总，来，李总，对，李总来。哎，李总都来了，咱大伙喝一个。好，经过，干杯！过去看看，过去。经过，干杯！公公，谢谢梅梅，领导辛苦，干了。好，先生们，我们先过去了啊。好。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人海路口，你孤单了多久？星空宇宙，我习惯了漂流。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今天能否约定，一字一句说给你听，想回答的问题，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是我在为你而充实的光阴。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证明，我想找回是你。那守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每颗星宿亮极光的时候，忧伤心头是你给的所有。从前以后，愿这时光停留，每个转身我能在你背后。今天能否感应，这满天星辰都证明，我想找回是你。那
那首在梦的起点为我刻下的记忆，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各位，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下1号的修改方案。有件事儿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去外场前，我去医院探望了关总，让关总给1号取了个名字，叫馊神号。在茫茫宇宙中，寻找人类和地球起源的真相；在无穷无尽中，寻找另一个神迹存在的可能性，证明人类不孤独。这是馊神号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关总的原话。我想，也是我们每天殚精竭虑的目的。哎，于陀，你去会场试验的时候，1号啊，不对，馊神号你也没落下呀。他都不参加集体活动的，原来是在琢磨这个。哎，不过你在外场的时候跟谁学的新的口头禅啊？啊？你自己没发现吗？大家再努力一下，跟我高3班主任一个口头禅，我一听就头顶一凉。于陀，继续呢，这么古老。赵博，哎，走走。北京下好大雪啊！上海前几天好像也下雪了。哎，星光大赏结束了吧？别着急走啊！平台搞了个小型酒会，正好你下部戏的导演跟编剧老师都在，你去酒会上跟人家见一面。嗯，我知道了，我回去换件衣服就过去。嗯。钱科长，哪里？这个还是要靠晶晶啊，这晶晶演得好，票房才会大卖呢啊！恭喜你啊，晶晶，电影票房不错，谢谢。哎，你不是也有投资吗？就投了1点儿，这算沾点喜气。哎呦，谦虚了啊！